大家好啊，我是于超。接受王志安采访的那位神韵灵武，他的名字叫孙赞。他的太太呢叫程清灵，程是这个路程的程，清是清澈的清，灵是灵毛的灵。那么他们是一对夫妻，就是在2021年1月21号或者22号，他们两个人找到了我。跟我说了大概6个小时神韵的情况。那么，在孙赞被这个王志安采访之后呢，程清灵的这个妈妈呀，在5年没有和这个程清灵联系之后呢，打通了这个程清灵的电话。孙赞的英文名字是 Jeff， 在程清灵和他的母亲高一清对话的过程中，可以经常听到 Jeff 说的就是孙赞。他妈妈有程清灵的电话号码，而程清灵没有他妈妈的电话号码，所以这个电话来的时候呢，是一个陌生号码。那么打通了电话之后呢，最开始的这个交谈并不是问候，而是直接要求程清灵让孙赞找王志安把他们的这个采访给撤下来。然后这个谈话持续了这个1个多小时。在这个1个多小时中呢，程清灵的母亲呢，以各种这个方式啊，努力的去操纵这个程清灵，让他把这个节目拿下来。在我听他们的录音的时候呢，程清灵所说的这个道理啊，他自己认为是对的，而程清灵的母亲叫做高一清啊，他对他的女儿所说的这个话呢，其目的是让他把那个节目拿下来，而他自己未必认同他所说的道理。所以你就看到2个人，一个是真诚的说出自己认为对的道理，一个只是用一些话术来操纵另外一个人。程清灵今年已经28岁了，他被他母亲送上神韵的时候呢，送上山去神韵的时候呢，是差几天13岁半，而离开那个神韵的时候呢，是将近19岁，不到19岁，18岁。所以在那个神韵待了5年。在这个5年之中呢，这个程清灵经历了大量的这个折磨和这个思想的这样的操纵。那么最终呢，他意识到这些事情都不对。从2021年1月他来找我，他和他先生一起来找我，到现在也走了很长的路。我也看到他们俩的变化，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那么在这次那个程清灵和他的母亲交谈的过程中呢，我听着这个谈话，其实我感到非常的这个难过。其实是因为我看到一个有毒的亲子关系中，母亲是如何残酷无情的去试着用以前百发百中的这个操纵手法来操纵现在已经成年、已经从痛苦中幸存下来的女儿的。我听的这个身上出汗，内心发抖，我的手臂和2条腿都在微微发抖，其实是，而且我的后脑勺也疼了，整个脖子都僵了。在这过程中，我不得不停下4、5次，因为这个也引发我的这个创伤的反应。实际上，因为我也是成长于一个虐待关系的这种亲子关系中啊，所以呢，就是然后成年之后又经历非常残酷的这个监狱的生涯。所以对于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操纵，尤其是那种已经有了自己的那个想法的成年人对那个还没有形成自己想法的这个儿童的操纵，这个我是感同身受的。所以实际上我经历了非常大的刺激，就是听他说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但是我也有那个非常安慰的地方，因为我从程清灵的这个身上，他是28岁，我就看到了28岁的我。28岁的我正好是2000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镇压。当时的法轮功呢，这个修炼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对修炼的实践和现在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当时那个镇压在我看来是毫无道理的，而且他的那个理由也都是编造出来的。
实际上没有人生来就懂得应对这种残酷的镇压和迫害，也没有人生来懂得应对这种有毒的这种操纵和虐待的这种亲子关系，没有人生来就应该经历这些的。但是呢，出于种种原因呢，我经历了这些，然后呢，我没有坐牢的经验，我也没有被人虐待的经验，但无论如何呢，就是在这种从来没有经验的这个情形下，我经历了这些，并且努力的就是打开人生这份经历，去从中活出这个它的意义吧。我从那个程清灵和他的母亲的对话中，我就看到一个就是此前从来没有被虐待的经验，你知道吗？就是逐渐成长为一个虽然还有很多迷惑，但勇敢的活出内心这个生命本来所示的样子的那么一个人。我就从他身上看到了28岁的我，所以这个让我是非常安慰的。我在监狱的时候，我就想，我于超已经下了大狱了，10年，从30岁关到40岁，我已经成了中年人了，所以我要努力的读书，我要把这个时间给凝结下来，这样的话呢，我可以让法轮功的这些小弟子们从中受益。但是一路走来，我呢就是非常的失望，法轮功中的这些所谓的大 V 和这些在台面上的这些人，只顾收割自己的名与利，只顾呢享用这个短暂的这个出名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充分的享用这个好处，摆出自己的这个大儒架子，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假如文昭啊，什么大儒如张天亮啊，在这个回避这个神韵黑幕的这件事上他们都显出了自己真实的底色，所以这些都让我非常的难过和失望。其实，但是今天我看到了这个28岁的神韵演员。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当年的我非常的这个欣慰。我也觉得虽然经历重大刺激吧，我现在额头说着话，额头脖子什么全都是汗。虽然经历这些刺激，我还是感到我的人生没有白过，终于让我于超亲眼看到年轻一代在起来。我人生的路上看到年轻的一代和我同行，我觉得就是还有人能用真心，虽然在自己中文不是自己真正母语的情况下，却能清晰有力地表达自己的疑问和说出自己看到的真实，这种勇气，这个生命本来所示的坦诚，让我觉得如此安慰。虽然现在我的后脑勺发疼，脖子都僵了，但是我仍然很安慰。我觉得我的人生呢没有白过。那么下面呢就是这次谈话的录音，谢谢各位。哎，玲玲啊，这是谁呀？我是你妈。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哎，我看到了孙战的那个采访录音啊。哦，什么录音啊？跟王志安的那个采访录音啊，王局的。然后呢？然后我想跟你们聊一下。你要聊什么呀？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我觉得修炼人讲真善人，就按真善人做呗。我就想问问他能不能让把那个录音赶紧拿掉？为什么呀？怕他父母亲知道这个事情吗？我不知道啊。他为什么要拿掉呢？我想问的是。我真的不知道，玲玲啊，你跟姐夫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在分享我的高中经历，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为什么不能说呀？你现在，我问你，你有没有接受采访？我不知道啊。我问你，你有没有接受采访啊？我有权利不跟你说啊。
我接受了多少个采访，我都有权利不跟你说呀。你要这么糊涂吗？啊，林良，我说谎了吗？你可以把这件事情这么解释那么解释，需要揭露的事情很多啊！你知道中国那么多法轮功学员。I'm sorry， 我不是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我是住在新西兰的陈清林。OK， 我只讲我的事情，他们发生的事情他们可以自己去讲。他们发生的事情我不在，我不认识他们，我讲的是我活的几年。那个人是中央台的记者啊，他们在利用你们，因为你们不是明白他在干什么，你知道他们在给你们下套啊。他付了你们钱了吗？林莲，你怎么这么傻的呢？那咋整呢？稍微懂事一点行不行啊？我在这儿等着你稍懂事一点。那你再等等吧。这些都是家里面的事情，就像家里的矛盾一样。你要干什么呢？要弄得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大家不能知道呢？他们敢做，我就敢说。而且这过去那么多年了，那么他们对你们怎么好的，你为什么不说呢？你为什么说一些他们对你们不好的地方？那他们敢做，我们就敢说。他们对我们不好的地方，他们对我们再好都没有用。那你我问你有没有受益？我有没有被洗脑吧？这是你该问的问题。我那么小，你那个什么，当时我受伤怎么样？当时高老师说我胸大，然后呢，当时我打电话回来，我哭着跟你说，老师说我胸大，我想把我胸切了。你当时有反应吗？你去做调查了吗？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学校吗？我告诉你，我当时才14岁，你怎么当妈的？我不在那边啊，玲玲啊，我跟你说了，我不是没有跟你说啊。你跟我讲话的时候，你能看到我的表情吗？你怎么知道我没？那好，那行，你没反应，那你现在听到了，你现在反应就是说，我们要闭嘴吗？我没有说你要闭嘴啊，你可以跟任何人说，跟我们这边里面的人说啊，你跟外面去干什么？那个邪恶中共做了那么多坏事，他们在利用你们的东西在打压我们那些国内那些法轮功学员啊，给他们，你知道他们那些人就上了手术台就这么开肠破肚的拿心拿肺了。我还当时我见过胳膊断腿断的不去医院的呢，我都见过。你在中国掏心掏肺的，你亲眼看到了吗？请问？我看到的胳膊断腿断的爬起来的我都见过。这么多的时间都过去了，林玲。哇，那现在还在发生啊！现在刚下来的人跟我们说，这件事情还在发生啊。我告诉你啊，做这种事情啊，你都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后果啊！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我真的是，你说我看了现在你们第2集还没出来哈。有什么后果呀？你觉得会有什么后果？我告诉你啊，我的心啊，就揪成一堆啊！你们站在哪一边？你们在打压谁啊？你的心该揪成一堆的时候，不是现在，而是当时我下山回来跟你说高老师怎么对我们的时候，你的心才应该揪成一堆。你没看出来？那时候我都伤心的不行吗？你希望我怎么样？那你还把我送回去？我什么时候把你送回去了？那我未成年的时候是我自己买机票回去的吗？我的天，玲玲是你非要去啊，是不是？我这么多次放假回来，你身为一个成年人，你没有劝导我吗？我一直说你要想回来随时回来。如果你可不当时不是说你一直跟我说在山上就是注释正法救度众生是最伟大的事儿。当时我回家想去趟 Tree Adventures， 你都不让我去，因为你觉得如果我出事儿了，你不知道怎么跟师傅交代，这是你亲口跟我说的。那不是你保护你吗？谁希望自己的女儿出事？玲玲，你为什么把这些事情都想得这么极端呢？说身为父母哪有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大家都想你都想疯了。你是不是希望看到我们以后我们俩都死了你才回来啊？那我想问，那你6年没给我打电话，你是想我想疯了吗？我在等你稍稍长大一点，你回来都把我们气愤，你觉得合适吗？玲玲，我跟所有人都说，我要跟外公说呢，我说我们都很想玲玲呢。
他妹妹还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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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他呢，晶晶都想死你们了，还想着杰夫哥哥，都想死你们两个了。你们俩能不能稍稍懂事一点等我们是不是都死了，你开心了啊？玲玲啊，你这世界上你没有一个人跟你有血缘关系，你很 happy 是不是？你觉得你现在在社会上混，我问问你，谁会无条件给你什么东西啊？除了你父母啊？杰夫也一样，除了他父母亲能把心都掏给他，你知不知道？没有别人了。你们这么做是想气死他的父母亲，是不是？我不知道，我现在我不是个母亲，但是我现在养了一只猫，我把它带到了我家，我没有要回报的给它吃住，给它看医院花钱，因为这是我的 responsibility。我觉得如果你把一个孩子带到世界上，你给他就是这些东西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你小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管你吃，没有管你，这是最基本的，养只猫都要这么做，你当然生个孩子你当然要这么做了。我没有让你回报啊，玲玲啊，我的猫也没有要我的回报啊，我也没有要我的猫给我回报啊。而且你不是说大法地址不看不听不信吗？你怎么去听啊？我告诉你啊，是别人传给我的，我压根都没看到，我听到了我就在想，他妈真的气疯掉了。你知不知道？他爸听到这个，我告诉你，如果他爸妈听到这个，两人都去自杀了，他不后悔吗？我问问他，他们觉得没有脸见师傅，他们现在两人同时自杀了，开煤气自杀了。杰夫，你觉得？吗？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要自杀呀？他们就没脸见人啊。为什么会没脸见人呢？无地自容啊！为什么会无地自容啊？因为你知道吗？在我们法轮功，他们俩信仰的所有的东西，这些师傅，所有的东西，都有可能。我不知道他们俩接受能力会有多大。你明白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你知不知道？我给你打这个电话，真的，玲玲，我是希望我们以后能把冰释前嫌。毕竟我们母女场，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子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替代的，无非是稍稍等你稍微懂事一点，大家在一起不要那么多矛盾，最后变成互相伤害而已。所以我当时我也未成年时候跟你讲我身上受到的所有的伤害，然后我和当时我经历了那么多的折磨，你都是觉得我不懂事是吗？或者我太极端了是吗？没有啊，我在这里听你电话的时候，我在那里哭，你能看到吗？那你没有质问吗？当时为什么他们一个学校会这样子对待他们的孩子？为什么 ？Why didn't you do research？ 我告诉你高超一下不代表那边。No， 李薇娜也一样啊。你一生中碰到几个神经病都是很正常的。那为什么山上这一共就4个团长，当时为什么2个都是神经病啊？我不是说他们神经病，我就说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玲玲，这一生中你肯定遇到很多挫折。对于你觉得我有资格，我能做点什么吗？我能起到什么作用吗？我现在问问你，我打电话给他们。对啊，为什么没有啊？如果我不知道晶晶现在上什么学校，如果他回来跟你说这个老师笑话他胸部大，然后导致晶晶跟你说他想要把他自己胸切掉，你会打电话给老师质问吗？还是你躲在家里哭啊？你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问你，你不知道这2种情况是不同的 situation， 在不同的地方吗？那为什么山上就不一样呢？山上很简单，你不想待你就回来，就这么简单。那个晶晶上的学校一样啊，你不想待你也可以走啊。对啊，那哪里不一样呢？我想问你是哪里不一样？你愿意回来吗？那时候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是什么？你上了山以后再也不回来了。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明明是你告诉我的？我未成年时候跟你说的话，你身为一个成年人，你有责任去 research 和看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么讲？就
你多深问2个问题，你就会知道答案。你当时是希望我一个13、14岁的情况跟你那个什么每天被灌输说你们在这里是救人，常人社会有多么的邪恶，这样的情况下回来跟你说妈我要回家吗？那当时他们李洪志跟我们说走的时候那些走的人全是逃兵，我怎么走？我怎么跟你说我要回家？我问你。那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在上面，你怎么assume 我们都 understand， 我们都看得明白。你是成年人，你不知道你要问问题啊，就是好，玲玲，我非常 sorry， 我真的没有就说做这么深入的问你问题，我也知道你受了很多的伤，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们不要把这些东西跟别人去讲。如果你像孙战，他从头到尾都在控诉 ，OK， 那没有师傅对他好的时候吗？山上没有花心血培养他的时候吗？好的为什么一丁点都没有？但是培养之后呢？什么叫对他好的时候？他把人家的青春给压榨成这样，然后请你吃顿火锅，就是说我对你好了。现在上班还有 minimum wage 呢。我们从早上7点钟到晚上11点钟的就是不要命的在为他们跳舞，而且我们谁上去喜欢跳舞的？不要命的为他们跳舞，然后他们说我们请你们吃2顿火锅，师傅每天晚上给你们发1包零食吃的，你觉得这就是对我们好了吗？你就觉得这是 equal 的吗？就你现在上班，我都不用说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或者让你压腿什么，你现在上班，老板不给你发工资，然后呢现在每个月给你500块钱，然后呢每个天晚上给你发包零食，你愿意去为老板打工吗？毕竟是下来的，不是说一直都在上面。上面刚下来的人都来找我们联系，以后出来的人会有很多，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但是你不用跟共产协党去讲，那个是中央台的记者呀，玲玲啊，你知道他会把所有的事情剪辑在一起，变成奇奇怪怪的东西，你知道吗？他并没有剪辑的很奇怪啊。这些借口去屠杀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啊，他真找不到借口呢。那我想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说我们在沈云受伤，他们中共会拿这个来去屠杀中国的学员，我不理解。你们法轮功是邪教啊！你们师傅那么邪恶啊！那他用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去屠杀就是中国的学员？现在就在屠杀呀！我们为什么讲真相？我们希望不要迫害法轮功学，让他们有自由的练功环境。我可以来就来，我可以走就走，对不对？可不是这样子的，他有各种恐吓不让你走，你走了就是山上有很多自杀的人，下山后自杀的人，然后师傅亲口跟我们说，他自杀是因为他离开了。我们怎么去？对于我们13、14岁小孩的心智来说，下山我们就会自杀吗？就那么可怕吗？我们一点社会经验又没有，这不是恐吓吗？这是来去自由吗？那我现在不修炼，谁会来杀我？没有人说任何人会来杀你啊。那就是这样子，在中国不行啊，在中国你没有这个自由啊。我们希望但是我在山上的时候，我也没有这个自由啊。玲玲，说句老实话，你圣诞节每次回来，我都不希望你回，你知不知道？你能看得出来吗？你每次回去我都非常不舍得。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你又把我送回去了呢？不是，是你自己要回去的呀。我问你，现在基金说他要喝汽油，你就看着让他喝吗？我不知道啊，我。那你不知道，这就是问题。如果你不知道 ，you are the one， 就像我的猫，我在喂它任何东西之前，我都会上网搜这个东西猫能不能吃，而不是说它吃了以后出事了，我才说当时我不想让你吃的。It is your job to do the research。玲玲，你跟杰夫2个人上了审院以后，你知道你们外在改变有多大？这是第一。你去任何舞蹈学校都一样的呀。你即使去看，在外人看来只是好啊。所以呢，
你们上台跳舞的时候，都像仙女，都像神仙一样的美啊！大家都羡慕的要死。你不知道我们是怎么看你们的吗？啊？所以你为了这个，你因为我像仙女一样这一点，你就可以容忍我每次回家跟你哭诉老师李维娜、高超逸、什么马卓这些人怎么对待我的，你觉得我应该就忍受这一切，为了来实现在你眼中这个仙女这个角色，是吗？不是，玲玲，那是你的选择。你那时候一直都跟我说 underage， 你 underage， 你懂什么叫做未成年？我下山的时候才18岁，我那时候都是未成年，没有选择这个东西，你懂吗？那你为什么要想我哈？要想信了你这个不信你那个，都要去做 research 啊？你说你那时候跟我讲，你要把腋下都拔光，你那么疼你都要上山，因为。我觉得上山就是你的梦想，你把那些什么那跳舞的人的照片全部弄在你的电脑上，你通通都想上去啊。是啊，我很想上去啊，但是我每年回来以后呢，我跟你说我胳膊麻了1个月，没有任何人帮我绑头发。当时你就觉得那挺好，就我跟你讲，你有问有没有带你去医院吗？那你说都好了呀。那一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我一个人。玲玲啊，你考虑过吗？我考虑过啊。你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跟你讲，你是打电话给我的，我都知道了。那时候我也在这边，在这边哭啊。那你不觉得这有问题吗？你不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吗？一个学校不应该这么对待未成年学生吗？而且这些老师有没有教师执照呢？这些东西你都应该问。如果是我的孩子，我绝对会问这些问题。而且这孩子再想上去，我都不会再让他上去了，因为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如果我的猫放在别人那儿寄养，它回来少了一边的胡子，我绝对会回去质问呢。更何况是孩子呢？就不管。我再告诉你哈，我跟你两人好，我也是第一次做母亲，好吗？我很多东西有可能我都会想的不周到，这都是我的问题。我向你道歉，真的是，我一直都跟别人这么说。我说我现在做第2次做母亲了，我会好很多。我那时候也觉得，很多时候有可能是我考虑不周，我不会站在小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但这都是我们家里面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商量的。你明白我意思吗？但是你们真的不要接受那样的采访。他们会觉得他是中共的特务啊，他是中央台的记者呀。你知道他最后把你的录音弄成啥样都不知道啊，说不定也都拍成电影，你知道吗？然后用这个借口去屠杀那些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呐，他们也都是人家的女儿，人家的儿子啊，人家的父亲，人家的母亲啊。但是那个什么师傅在山上跟所有人说，2016年的时候就跟所有人说，孙赞就是特务呀。哎呀，我跟你讲，你真的，你不要讲这些东西。你想想看，中国成千上万，不是你回答我的问题，这是师傅李洪志先生亲口跟全校大会的时候说，孙赞这个人是特务，不要跟他联系。我觉得孙赞也是受了很多的。所以你觉得师傅，你觉得孙赞是特务吗？不是这个人告诉你们那个人，是你们亲耳听到的。亲耳听到的，我们很多人是亲耳听，不止一个人下来跟我们说。而且甚至现在还在山上的人跟我们说，他哪一年在哪里发生的事情，都能他们的口径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的问题是，你觉得孙赞是特务吗？当然不是了，但是我跟你讲啊，玲玲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内部的矛盾，你明白我是不要内外部分，我们内部矛盾我们可以自己解决，有哪些问题可以自己解决，你懂我意思吗？他们解决的手法就是封杀我们所有人啊。问题是你们现在都没有跟他们有任何联系，你跟没有跟他们有任何联系，你都可以
这已经是在我身上5年发生的事情。我想为自己讨个公道都不行吗？这已经不是内外的问题了，这是我成年了，我要为在我未成年时候发生的事情，我要讨回个公道。你们，我想问问你们是打算做了这节目以后会怎么样呢？会讨回？那是以后的事情，你可以拭目以待。什么叫拭目以待？就是 wait and see。你没有什么 plan 啊？还准备做到什么？这一页，如果你跟孙战都觉得这一页非常不让你们，就是你们的阴影，你就翻过去，你展开你新的人生嘛。那怎么翻过去？我问你怎么翻过去？你说的很轻巧，我们怎么翻过去？forget it 啊！怎么 forget 呀？外婆当年把你们那个什么赶出来，你们都 forget 不了呢，何况他们摧残了我5年呢。我们老早 forget， 我跟外婆现在都很好啊。那行，那他们摧残了我们5年呢 ，every single day 的事情。我怎么 forget？ 那我还说你们迫害你们那些被迫害的学员，你们应该 forget about it 呢？这是这么就轻而易举的一句话能说过去的事情吗？然后你说的这个逻辑就是跟我们说的是一样的。你说山上那个什么大部分人都那么好，就你们身上发生这些事情，然后什么应该 forget about it。那我还可以说中国那么多人那么好，只有你们个别法轮功被活摘，应该 forget about it， 是一样的，很冷血的一句话呀。你当时在未成年时期给我们造成多大的阴影和多少次想自杀，之后多少次找心理医生。你找过心理医生吗？找过啊。心理医生怎么说的？让你们去讨回公道，不顾一切。心理医生说 you need to heal your inner child， 就是你要为你就是有一种怎么可以理解为你应该为小时候的自己，就是活出小时候希望自己的样子。或者 you need to heal your inner child， you need to speak up for your inner child， 你不能让你这个声音不被听到。孙赞的采访你听完了吗？我听完了。如果你听完了，我觉得你给我打电话，你不应该问的是这个问题，你应该问我的是这些事情是真的存在的吗？这是你该问我的问题，而不是说为了来维护这些东西跟我们说 forget about it。 我不是说要维护什么，你们这么做你只会加重在中国那些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磨难。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你们一天到晚卖票，一天到晚在这里不顾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们只会加重现在在山上那些未成年的迫害。他们都可以回来的。 No, they can't. I'm telling you, they can't. 你没有在那里待过，我和 Jeff 都和我认识的很多同学都在那里待过。你不是那么容易你想走就走的，他一直从第一天就精神控制你，你根本就走不了的。你走了你就是逃兵，你就是最坏的生命，你怎么走？那个小周他女儿不回来了吗？他是被撵下来的，他们让他要不结婚，要不然那个什么去自助部，他都不想去，然后他走的。但是如果只要你还在跳舞，你是很难说提出要走的。而且他没有身份，他在那里。我跟你讲啊，玲玲，你真正走出阴影的方式哈，你真的是要怎么讲呢？你要真的要活出现在你希望以前小时候希望那个样子，真的是需要是这样，而不是一遍一遍去回味以前的东西。不是回味 ，and I want an answer. Why did they treat me like that? Why? 玲玲，我问你啊，你到底有接受采访吗？ I want an answer，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当时我们抱着这么纯真的心上去，不喜欢跳舞，腿也压下去了，我腰受了那么多次伤，他们也没有任何人帮助我，被老师一遍一遍的骂，还被高老师打，然后后来被李维娜说什么盗用信用卡，围着我批斗，围着我骂 ，Why？ 玲玲，我真的是想不到哈，为什么李洪志不管？为什么？过了那么多年哈，你 Don't tell me to forget about it。我现在做噩梦，我还是在山上。我每次晚上做噩梦，我都在山上。玲玲，我跟你讲哈，那你the rest of life 哈，你都会 suffer。Well, I want an answer. 你给你 answer， 你会 suffer。I don't care. First of all, I want an answer, and I'll do what I can to get an answer. 你想什么样的 answer？ 你想谁给你 answer？ 我任何人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你知不知道哈？这些钱都去哪里了？我们讲每年赚那么多钱 ，Where 被谁花掉了？我每次那个时候腰受伤的时候，走一步我就掉眼泪，走一步我就掉眼泪，就这样1年多我还坚持跳舞。我想知道我这份坚持换来的钱去谁口袋里了，被谁花掉了，买了什么？哎，我跟你讲哈，玲玲哈，我跟你这么说吧，你知道吗？所有就说不是跳舞的人哈，就要练到你们像神韵演员一样，是要吃过很多的苦。No， 不是吃苦的问题，正常舞蹈学院也吃苦，但是他没有正规的老师教，山上没有，山上是把你骂到直到你做对为止，所以很多人受伤。在一个正常的舞蹈学院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受伤的。北京舞蹈学院我们都去过，我们在山上那个状态是很不正常的，而且是很危险的。你有没有看到哈神韵哈，他的演出真的救了很多的人。你觉得这样的付出不值得是不是？那他们救人和我被折磨，你觉得为什么这两件事情是要对等的呢？你把这个看成了纯粹的折磨，其实你老早就应该回来，你上山你就应该1个礼拜你就应该回去。没有，你知道为什么我忍着吗？因为我要注释正法呀，我要救度众生啊。当时我的心就是这样子，你以为我当时喜欢跳舞吗？那你真的要修炼如初，你才能成啊。我怎么法以不如初？我怎么如初？那你就是抱着这样的心的话，那你肯定能做得很好。但问题是你后来觉得这些都是折磨了，那就变了味了。所以一件事情没有，我下来我山上放假时候下来，我从来没有跟你说我是被折磨，我只是在跟你阐述这个事实，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但是当时我每次晚上跟你谈的时候，我都跟你说这是我的修炼，我要忍过去，我要注释正法救度众生，你不记得吗？我觉得你记得吗？所以说你让我怎么判断？你觉得你用修炼这个东西来判断这个东西，你觉得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回想，那就是对我的折磨呀。那是修炼吗？那些团长，那些，所以这件事情就可以用两个角度去解释这件事情啊，玲玲。不管怎么样哈。我想或者什么时候我跟你见一面吧，你觉得呢？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啊！你6年如果都没有来见我 ，I don't think it's necessary。你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是字面意思。为什么你想见我呢？我问你。我想你不要走得太远了。如果 if that was your concern， 那你很早就应该去思考了。我现在非常后悔啊！我觉得你在社会上，现在你在工作，你工作好吗？我工作非常好啊，而且我觉得你现在想见我，因为这件事情伤害到了你，而在这件事情被曝光之前，我在法轮功小时候，包括在山上
这段时间受痛苦的人是我，现在你想见我的原因，因为受痛苦的人是你。因为你真的傻了，你真的傻了吗你啊哈？我们大家都是 adult， 谁都会去承担自己的 consequence， 你这个还不明白吗？是啊，那这就是你的 consequence。你以后真的有你的 consequence， 你无法承担呐。我愿意承担，我愿意承担。以后如果你觉得我会什么 consequence， 我问你。你真的是不相信所有的事情，是不是？你觉得人生这一世就没有了，对不对？如果我死后来接我的人是李洪志，我也很愿意见到他。我希望是。我也希望是，要不是这么多人都白死了。这么多人都白死了，你说国内的法轮功学员吗？和国外的 right now。山上的墓地全是学员，上面都刻着大法弟子，你见过吗？一眼都看不到边。山上的人都见过。我觉得像你说，我们都是成年人。我做事情，我接受我的 consequence， 你做的事情，你也会即将接受你的 consequence。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讲的。如果我要通过来漠视这一切来达到圆满的话 ，I don't think t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什么叫圆满？你真的要修，一直修，你真的要无私无我，你才能圆满呢。那你怎么个无私无我呢？你这么多年过去了，你那个怨恨之心怎么还会越来越强呢？为什么你会说我是怨恨，而在国内被迫害的人不是怨恨呢？为什么呢？你什么时候才能放淡呢？我想问你，为什么？again， 你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觉得我是怨恨？国内的学员是怨恨吗？对，我问你，没有，我问你，为什么你觉得 what is the difference？ 人都死了呀。我们身边也有死的人啊。我当时也差点自杀了呀。你现在的人生不好吗？就是因为好，所以我才要做这一切。如果你想说家丑不想外扬，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家丑，我只是在分享工作经验，我只是在分享我的高中经验，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这不是什么家丑。第一，第二，我在山上，很多时候后来很多次我被他们围着圈批斗，就是因为我为了哪个同学说了一句话。我说他看的不是黄片，他看的是动漫，或者我说的是他没有吃那么多，因为有些同学他在减肥，老师就会批斗他说你吃那么多东西你还减肥，我就会帮他说话，我说他没有吃那么多，他去食堂我是跟他一起去的，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一遍一遍的也被老师批斗。但是现在我经济独立了，我混得很好了，我要为当时这些所有的学生和包括我自己站出来说这是不对的，你们不能这么对待我们，我们是国外的公民，拿着学生签证去美国上学的，
我们不是在中国被迫害的人，我们不是在中国蹲在监狱里的人，你们不能这么对待我们。唉，如果你看到监狱里面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大法弟子，如果你看到神韵里面，不是他们宣传片里面，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父母亲啊。他们父母亲都跟你一样啊。你让孩子你能让孩子来理清个是非对错吗？他们现在都把 responsibility 交给你了吗？没有，但是 I want to do it， 因为他们现在很多人他们在经济上还在 rely on 他们的父母亲。对于我来说，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了，我现在已经经济独立了，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很多人都支持我这么做。玲玲，你怎么会这么糊涂的呢？啊？为什么我出来说一件发生的事情，我胳膊麻了1个月，你看到过那个什么，或者 Jeff 就站出来说出来，他在他身上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你要跟我说我们糊涂呢？这就很 weird 的。因为你们是在帮中共协党在干事情啊，这是多少？没有啊，我在讲分享，我们在分享高中经验啊。我说我在报 moral 的时候，有个男生他踢球，他把窗户踢破了。你觉得我是在帮助中共结党吗？为什么我说出我的高中经验就是在帮助中共结党了？你知不知道哈？中共活在我们法轮功学员器官，他把女的哈扒光扔到南牢去，你知道吗？现在山上不是也这么算了，不说了。我发给你个视频看一下，这个人活摘器官，现在从中国逃出来，他被那肝脏被中共切掉，准备第2次手术的时候，他从医院逃出来，被通缉，他还逃亡到海外，现在刚出来，你要不要看看他身上发生的事情？那你能不能再听一下孙赞的采访？你听一下他在山上是怎么逃出来的，后来一点一点怎么被排挤的，和他在山上受过的那个演出过程中受到的那么多伤害，这只是我跟你讲，孙赞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而且你说的这个视频，这个人你都不认识，你听到的这些声音，我跟你说的事情，是你女儿跟你说的事情，你都不愿意去听，你都不觉得这有问题吗？So I don't understand. What are you trying to protect? 你真的，玲玲，你把这些痛苦哈，这些过程哈。这些很多的东西哈，都真的胡搅蛮缠在一起啊！这大事小事，家里的事、外面的事，你都搅在一起啊！我问你，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我是怎么胡搅蛮缠在一起了？你形容出来。那些家破人亡、被活摘器官，上百万人的人死掉，你认为这跟你们在山上受的委屈？那是委屈吗？那是委屈，那是痛苦吗？那是受伤。很多人，我现在我的腰哪个动物不受伤的呀？你去看。但是问题是，山上受伤是因为没有老师没有教师资格证，他们那些不该当老师的人，他们去让他们当老师才导致的后果啊，这是不正常的。所以说我跟你讲啊，那些有可能师资力量，而且你说在做。你那些师资力量不足，那些都是不成熟，慢慢在走向成熟。有些人现在还不成熟，你知道吗？现在还是这样。你去关心这些事情干什么？这些事情都跟你们一点关系。为什么所以你刚才说我胡搅蛮缠，现在又说跟我没有关系 ，So what is it？所以我跟你讲，这些事情是不是跟你没关系？你就是过你自己的生活。你现在自己的经济也能独立了，养着猫，你要出去旅游多好，去管这些事情干什么？我为什么我不能管呢？这些都是我的校友啊。这些校友，你这个学校你不喜欢吗？没有，但是就你的校友吗？你都出来那么多年了。我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个学校 ，doesn't change the fact， 他们是我的校友，我们可以交流，这一点有问题吗？
玲玲，现在你站在邪党了，给他们站台了，你知道？你迫害的是法轮功学员了，包括孙战在迫害他父母亲了，你知不知道？怎么迫害啊？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我说出我高中的经验，就是迫害父母亲了，我们或者法轮功学员是一个团，一个整体 ，OK？ 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对我们呀？如果我们是整体，问题是把你们俩人百炼成钢啊，让你们俩成为会飞的小天鹅啊！我当时都快残疾了，还百炼成钢了，而且你看到的只是最光鲜的一面，有多少孩子受伤？能光鲜的一面，你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别人。慢慢长大的人，你要知道，所以那是他们其他，你讲，有些东西，就像你雨过了天晴才会有彩虹啊。一个人肯定要，你要通过这些苦，这些锻炼，你才能够。但是很多苦 is not supposed to happen， 你懂吗？那有可能很多条件不成熟，不是 no， 有很多问题，但是你把这些问题都大大的摆在别人的面前。那有问题为什么不能摆在别人面前呢？我小时候的问题你都摆在别人面前啊。你看，你还又扯到小的时候。玲玲，我真的是非常对不起你 ，OK？ 这是我们家里的事情。所以我不理解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不能说，就这么简单。如果我没有说一句谎 ，Jeff 也没有说一句谎话都没有说，而且他说他听说的或者他猜的，他都讲得很清楚，包括什么事情是他就是眼见的。他做这个事情，他有跟他父母亲商量过吗？我不知道啊。他是不是要准备把他父母亲气到死为止啊？他就 happy 了。我觉得你这是道德绑架。不是道德绑架啊！你做这么重大的事情，要揭露法轮功，揭露他没有，我没有揭露法轮功啊！我们 no， 我们没有想揭露法轮功，我们只是阐述了一个事实而已。我揭露了谁，那是一个后果问题。你有没有看看他的标题怎么写的？啊？你有看到他们标题怎么写的吗？不就是我在神域当领舞吗？后面呢？后面我没有看啊，后面不重要啊。它标题怎么样？但是你要听这个 content 啊，很多标题党的。你真的你不要跟我辩驳。我不是在辩驳，我只是在描述一个事实。我们在描述一个事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你嘴里就变成揭露法轮功了。我们只是在分享高中的经验而已。你真的，我就觉得杰夫也跟你一样这么糊涂吗？啊？这个我不知道他妈有没有看到，他妈看到了真的疯了哟。谁传给你的视频？是他妈传给你的吗？是同修传给我的。你觉得 what is 糊涂 ？define 糊涂，你老是说糊涂，你什么意思？你们站在邪党那边，那是在邪党最后去哪里的？我们没有站在我 again， 我只是在描述在我身上清清实实发生的事情。Jeff 描述的是在他身上就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我都是一滴眼泪一滴汗，一天一天的这么就是走过来的和看到的。为什么不能说？为什么这就是站在邪党那边了？你觉得邪党看到这个会开心成啥样？但是他们我不是，我没有在红旗下发过誓，我也没有戴过红领巾，我也没有就是在中国上过学，所以他们怎么想我一点也不 care。你们干了那些人都干不了的事儿。那当初李洪志就不应该这么干啊，那就很简单啊。If they were clean， 他们就不会怕。你们回来的时候都是非常尊敬师父的呀。啊，你告诉我，师父给你安排的很多东西，都在保护你，你都知道，你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Jeff 那时候说打坐的时候还能看到师傅，我怎么你们俩发生什么事情了？玲玲啊，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只是长大了。正常人见多了，长大了，有社会经验了。那以前的都没有了。这不是有没有啊？我还给了500块钱的，那时候知道你钱不够。那我钱不够怪谁啊？当时你本来就不应该有钱的呀，你是个学生啊。你在学生，你在海外，你看看现在新西兰留学生多少钱的生活费啊？所以你觉得我在山上是1毛钱都不应该有是吗？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有500块钱，他们年初赚多少钱？我现在上班，山上的3天就500块钱。有个山上的开支是多少钱？我跟你讲，绝对那就不用讲了。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他们的税表，你就知道山上到底开支多少钱。你看到税表了？对啊，你上网搜 ，it's public information。你们既然比如说离开了省域，也不跳舞了，跟这个学校也没关系了。是啊，是没关系啊。你过你自己的生活，活出你自己的精彩啊！你花这点时间，你说你去揭露共产党怎么邪恶，对我们法轮功多好？你说你去赚钱好不好？你去这里炒地、炒房子好不好？我赚钱了，我也炒房子了，所以我都做了。但是我还想分享一下我的高中经历，我觉得也可以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我也会分享我在澳大的时候怎么样啊，跟也很正常啊，就我觉得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啊。有些东西你知不知道？他父母亲，比如说像孙战父母亲，他希望他分享这些东西吗？那是他父母亲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啊。因为你是不是打算以后永远跟我们不再来往了，恩断义绝了啊？你是不是心里老早就已经做好这个打算了？这辈子跟我们彻底就分道扬镳，你也反正为共产党站台了，你们做的事情是所有的魔都做不了的事情。那你们干？那你们在努力发正念呗。那你们肯定正念发的不够好呗。我们要发什么？每个人都选择自己的路的。你做不了神，你也不要去做魔啊。那我没有要做魔呀。你既然干的这个事情，最后结果就这样。但是 says who why？ 我都不希望 says who。我问你。你现在有可能还有機會。我想問你 says who why？ 為什麼我們做的事情就是要魔幹的事情？為什麼 says who？ 為什麼？因為你在幫助那些迫害想修煉的人。但是我講的是事實，為什麼就變成迫害了呢？那麼多的大法弟，那你回答我的問題，我講的事實為什麼在你口中就變成了迫害呢？而且你知道我們講的事情都是真的呀。玲，我跟你讲，这不是师傅做的，对不对？师傅这么做的吗？师傅。但是你在一个公司里 CEO 怎么可能不知道你的 manager 在干什么？怎么可能呢？所有的事情都是 go by 的 CEO， 所有的事情，哪个衣服什么颜色，今天发什么吃的，明天去哪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师傅定的。你们公司里面如果有个人杀人了，你们 CEO 要去坐牢吗？没有，我们 CEO 当然会知道啊，我们 CEO 会知道啊，他不可能是不知道的呀。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了，他杀人之前都没有任何预警的。那个人去放火，你们 CEO 要去坐牢吗？那我问你，如果那好，如果用你这个例子来举，如果公司里一个上级杀掉了一个下级，或者把这个下级迫害到这个下级去自杀了，这个 CEO 是要负责任的。
你懂什么意思吗？要看这公司有多大，你公司有3万个人呢。对，也是，或者最相关的上级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尤其这个不是一个公司，这还是一个学校。黎明，我跟你讲哈，跟国内，你听我讲，你没有在山上待过，你没有资格来跟我说师傅知不知道，师傅多少次在场，哪里是他目睹的，什么东西是他讲的，我都记得一清二楚。你没有资格来跟我说他知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觉得我比你更有判断的能力。那我告诉你，我希望你不要把这些东西拿到外面去。你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中央台的记者，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你跟杰夫讲，他是中央台的记者，他把他弄成啥样他都不知道啊！你们为什么被他们利用啊？被他们耍啊？这不傻吗？我真的希望，他现在播的是上集，下集还没出来，叫他把它拿走。那如果他是中央台的记者，为什么你觉得如果我们联系他让他拿，他就会拿呢？那是你们的录音啊，你有版权的呀，你试试看，他让他拿，他能不能拿？他不能拿，那真的就在耍你。他给你钱了吗？没有啊，怎么会给我们钱呢？你跟他讲，你说你拿走，你说我父母亲，但是我是成年人，我的父母亲 is not in the 就是 is not in the equation。我跟你讲哈，我不知道他爸妈有没有看到这个。如果酿成很大的结局哈，很惨的悲剧，你问问孙战他会不会后悔？他为什么要这么让他父母伤心绝望啊？那是他父母亲要过的关，这是他们修炼的路。我们的修炼的路在神域，我们已经走过来了，这时候是你们修炼的时候了。每个人，我们都是转身，像你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转身下来的，每个人只能为自己负责，每个人都有自己修炼的路。你以后去哪里你知道吗？我不需要知道。你不修炼，你不修成神没问题，你下辈子做人好了。但是你不要去做魔呀！我还是这句话。我为什么会去做魔呢？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你又绕回去了。你跟魔在一起，你做了魔。为什么？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如果我按真善忍的真阐述了事实，我就是和魔一样，你是这么说吗？你是这个意思吗？你觉得这个逻辑合理吗？你在说什么啊？I'm telling the truth is what I'm telling you. Jeff is telling the truth. 我们就是真善忍那个真字啊 ，you know, like the 真 truthfulness. We are telling the truth. 为什么我们用真话讲出了？杰夫吃了那么多的苦，他才会变成领悟。那他们后来怎么对他的呢？那他自己也是有问题。你自己那时候回来的时候，你是怎么跟我讲的？玲玲，你忘了吗？我记得啊，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又愿意跟他去卖票吗？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里面有蹊跷，因为当时他们就是这么对我的。这中间很多时候有可能有因缘关系，但是跟师父，你不要把这些事情。Again， 你见到师父的次数远远没有我见得多，你没有这个资格来跟我说师父知不知道什么，或者想要什么。他每次对同修大叫喊的时候，我在场，你在场吗？他怎么去呵斥那个什么学员工地的人，或是学生，或者他怎么去骂薛星潭的时候，你在场吗？我问你，你在场吗？我问你 ，yes or no？ 我不在场。但你为什么要来跟我讲？你们俩就打算揭露师父了，是不是？我没有揭露任何人，我只是在描述一个事实而已。我没有想揭露任何人，我只是我真善忍的真啊，我只是在说真话，办真事儿。
我问你，你有一点点忍吗？你有一点点善？我忍了5年了，我删了那么久了，而且我现在我都忍了那么久了，我是该时候实践真了。你到底有没有接受采访？我问你。这不重要，我觉得。我觉得你要接受采访，你也把那个赶紧拿回来，真的对你们以后会造成真的是不可挽回的。什么是不可挽回的？什么意思？你这不要用这种威胁的词来跟我们说话，你描述出具体是什么是不可挽回的。我告诉你，人是非常脆弱的，人是真的是非常脆弱。你今天出门，你都不知道明天回不回得了家。这是威胁吗？请问？不是威胁，我告诉你，人就是很脆弱，生老病死，人是非常弱的。是啊，我同意啊。所以你真的要去真的要信仰，要有信仰，这就是原因。但是这个信仰让我们实现真啊。来的到我们每个人转世轮回，目的是什么？你不修炼，你至少也不要去做魔要做的事情啊。你现在的你至少你现在的采访还没有被播出来，你试试看吧。你跟那个王局，你说我现在改主意了，我不想那个，他也没给你们1分钱，是不是？你说我不想我有这个版权的，我要拿下你试试看看他愿不愿意拿，你先试一下好吗？如果他不愿意拿的话，你就想想这后面是什么。他不只是不只是这么几个人，也不只是他这一个人。那你就问问他们，叫他们都拿掉。你看他们不是都是中国的，有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媒体。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开始发生？你这个不需要知道，你不是受害者，你不需要知道。你是观众，现在你是观众，你现在有2个选择：好好发正念，然后好好修炼。这个我都会，你不用放心。你说什么？你不要放心，我都会做的。要不然真正的听 Jeff 讲。你真的不要走得太远，错的不要太离谱。很多。我觉得说真话不是错啊。很多的结果你是承担不起。我觉得什么？You are using， 你在用很多空话在跟我讲话。你什么叫承担后果？什么叫挽回不了？你具体是什么事情？你造业啊，比天都大。你知道这个没有人能替你承担。就像你，比如说现在得了癌症了，你浑身都疼，没有人能够替你来承担一丁点儿。你知道他们那没有问题啊，那就像我在山上压腿的时候，也没有人为我承担，也是我如果我得癌症，我也愿意承担啊。那我就没什么话讲哈，我就跟你讲，你不要这么做，这对你有什么好处？他们不给你，没有任何好处。I'm just telling the truth。你太平出那你们能不能比如说打电话到国内去问问那些，你说你要换个肝换个肺，能不能给点？但是问题是我不需要换肝，我也不需要换肺，我也不是中国国籍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讲的你描述的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你懂吗？跟我就是这件你描述的这件活摘的事情和在神韵受迫害，神韵这件事情跟我更有关系。你这点能听懂吗？迫害你吗？啊？他们现在还在迫害你吗？他们对我的精神折磨导致我现在还要去看心理医生。以后我相信这些记录都能找出来，都能调出来。我说的没有说谎，我们说的没有一句话是说谎的。我就跟你这么说哈，你做的这个过程哈，会使你的痛苦哈翻倍。没有啊，越来越好了，就是我觉得是一种疗愈的过程。
你现在觉得很解气哈？不解气，不解气，过程也很痛苦，但是之后是一种释然。你释然了吗？我释然很多了。你有听孙赞的录音吗？我从头到尾一个字不落的听。你觉得这是正常该发生的事情吗？ Yes or no？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哈，修炼跟普通人的生活就是不一样的。你觉得那些和尚道士他们在道观里关着啊，没有一个女人也生不了孩子，也不能吃荤，每天早上 No， 但是这是他们的选择呀，我们是未成年人啊，他们是成年了以后自己做出的选择。未成年人的意思是你不能为自己做出选择，所以你才是未成年人。你知道那些老道哈，那是拿棍子打那些小道嘛。所以你觉得这在美国的土地上是正常的吗？常人他不能理解修炼人。所以你觉得这件事情在你的选择，你可以不选择，但是你不要去迫害那些修炼的人。你说我不修炼，我没有，我再次跟你澄清，我再次跟你澄清，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没有想揭露任何事情，没有想迫害任何事情，我们做的只是阐述了事实。你不需要去做这些。这为什么真话都不让我说了吗？就像我现在是女的，你非要让我说自己是男的吗？就我说的是事实啊，都不让我讲了吗？修炼人做的事情是们被老和尚打这个那个的，能不能理解？那要看美国政府是怎么说的。Again，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没有想揭露任何事情。我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他们的仇恨也没有那么大。我只是在讲述我的从13岁一直到18岁经历的事情，我只是在阐述这个事实。你阐述这个事实给很多人造成伤害，但是为什么啊？这是真相啊，这是发生的事情啊。共产协的，那造不造成伤害是你们自己修炼的事情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不是说？所以我跟你讲，你真的是这个人生无常啊，你的后半辈子还很长呢。没关系啊，我愿意没关系啊。我后半辈子长与短 ，it doesn't matter. It does not add anything to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你根本不必要去涉及这些事情。为什么我不能说真话呀？玲玲，你说你要说真话吗？啊，你每天拉了几泡屎？每泡屎是什么颜色的？这些不重要啊，但是这些事情不重要啊。你这真话就必须要说吗？那我问你，你打的这个比方停，你打的你这个逻辑有问题。你打的这个比方是一件拉屎，是一件日常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我阐述的事实是我在美国长达5年。什么关系呀？你没有关系了，玲玲啊。这我现在我的伤，我去照光还能看到呢，怎么叫没有关系了？你现在在山上吗？我现在，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你这些逻辑有问题啊！那我还问你，你现在在中国吗？这跟你中国被活摘跟你有关系吗？你不觉得这么说话很不负责任吗？很奇怪吗？你这种质问？你说中国同修在被迫害，我问你，你现在在中国吗？你觉得这是这个逻辑说得通吗？
你们两个那么聪明的孩子，怎么会糊涂到这个样子？我们只是阐述事实，跟糊涂与不糊涂这样毫无意义哈。伤害那么多人的事情，干了魔都干不了的事情，我跟你讲，你现在去把那个去要回来，看看他们会不会给你。以后，那你跟他们那些跟你采访过，你跟他们讲我的采访录你。我问你，凭什么？我是成年人，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话？我不是那个13岁，就是你给我个眼色，我就害怕的那个人了。你说这个话要达到什么目的？我就是让全世界知道啊，让全世界都知道啊。你为什么要全世界知道啊？因为全世界想知道啊，就这么简单啊。所有的事情都有正面和负面的东西。那做一件事情，你也知道。肯定会带出负面的东西。那 I'm ready for that consequence. I'm ready. 你要这么说，我真的没什么话好讲的。我跟你讲，玲真的人，你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我觉得讲事实，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在一个情况下，你不能说出事实。这个答案是什么？你可以自己去想。我想不出来。只有在中国，在那种情况下，你才不能讲出事实。在任何西方国家，你都可以讲出事实。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你应该会越来越懂事了，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是因为懂事了，长大了，我们才现在有勇气去讲这个事实了。当时之前活在阴影里还不敢说呢。现在见到的正常人、正常事儿多了，过得好了，所以才愿意去讲。你们俩怎么会这么傻啊？被邪导。你现在用了很多标签词语，你没有描述事实。你说傻、糊涂、无可挽回的后果，你这些东西都是很缥缈的词啊。你到底是 What do you mean by 糊涂 ？What do you mean by 傻？你的定义是什么？定义就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啊，地狱无门你非要闯啊。你这个也是很缥缈的事情，实际上的东西是什么？你描述出来。你要跟我讲的就是你其实啥也不相信。我没有不相信，而是你现在如果要跟我交流，我讲的是我实实在在肉体上发生的事情。实实在在发生在我生命里的事情，我讲的是这些事情，你在跟我讲的是天堂有路，地狱无门的，你不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匹配度不高吗？如果你想要劝我拿下来，那你就说出为什么你觉得高超一打人是对的，你就跟我讲为什么那个什么我在山上受到这些折磨，就是在美国是合法的，你说出这个来，我可以申请一下。所有跳舞的人，都是经过这么多的艰苦的锻炼。你这句话说了3遍了，我也回答了3遍。他这么对你，有可能是他错了。那你可以跟高超玉去聊啊，那时候你可以跟他讲啊，是不是啊？但是你不要针对整个团体。我没有针对整个团队，我们都没有针对整个团队，我们指名道姓的说出是谁啊？我们没有针对整个团体啊。上标题就是啊，把师傅的名字都写上去了。那是那个什么？那就是他说的话呀。那不写他的名字，难道写你的名字吗？我在 if you can't accept the truth, then live in a lie， 就这么简单。But I don't want to be part of it， 你懂吗 ？If you want to 继续修炼，继续发正念，你可以每个小时发一个正念，这是你的选择。我想做什么是我的选择。You either accept the truth，
你听好了 ，the last thing I'll say to you, you either accept the truth or continue living in a lie. 好了，我要去吃饭了，我先不谈了。玲玲，我劝你赶紧把你那些录音去拿回来，你去试一试，他还会让你拿回来。我不想试，我也不想拿回来。你先等一下。你真的疯了。我精神状态很好，而且我现在就是 again, you can either accept the truth or continue living in your lie. 这个根本跟我没有关系，这跟你有非常大的关系。你现在不用给我回答，你可以好好去想一想。你现在就是 you can't accept the truth。我们都是 adult， 谁都承担自己的。对啊，所以那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在没有造成太大后果的情况下，赶紧的，你还有回头路。那是你以你的定义。你是你自己 ，You are your own person。你是成年人，我也是成年人。以我的定义，我并不这么看。And I have my right to believe that. Is that fair? 哎呀，你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啊！我不想知道天高地厚，地有多厚我也不知道，天有多高我也不知道，我相信你也不知道，所以你不要拿这些没有根据、没有实际东西的东西来压我。那些邪党用这些所有的东西来攻击的是谁？攻击的是谁？跟你有关系吗？你在山上吗？我们的师父，你在中国吗？他是我们所有大法弟子的师父。那你的师父最近干了什么？你最好好好的去了解了解。我跟你讲，玲玲，你们在做的所有这是魔干不了的事情。你还是在用恐吓，你在恐吓我，你并没有讲出实际。魔为什么魔？你就是你用的这些词就是在恐吓我。什么叫做魔干不了的事情？所以你想说什么？你没有演过神韵吗？啊，本来这个世界就是正邪大战啊！你现在这样子写的，这跟我演不演过神韵有什么关系啊？你是啥也不信，说什么？你也不相信有神，也不相信有魔。这是你说的，这可不是我说的。我没有说我不相信有神，我也没有说我不相信有魔。但是我在想，我现在在讲述事实的我在阐述事实的时候。你要拿神和魔来压我，但就代表一点，就是你没有理 ，you have nothing to back yourself up。你知道师父如果是主佛的话，你们在干着什么的事情？那你说的是如果我在谤佛？对，是。那我问你，他在山上干的那些事情是谁干的？你看到干了？我们很多人看到干了，你可以以后慢慢听这些采访，看到的人还不少，亲眼看到的人和在场的人有的是。这样吧，我把那个孙战的那个采访发给他妈现在就能看到。你可以啊，你发啊。没有人能替你们承担后果，我不需要有任何人帮我承担后果。你赶紧拿回来嘛，不要糊涂了。你怎么都我是成年人，你没有在用有任何根据的事情来跟我交流。那些是你想要去吃的，你想要练成跳舞蹈演员那种腿那种脚。那么请问那时候我多大？请问我多大？回答，就是你的梦想。回答我问题，你不要逃避这个问题。我多大？你说出来。你13岁。13岁，你觉得这是合理的吗？你觉得13岁，你知道什么叫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就是必须有 parental guardianship 才能做任何事情。你不能去买烟，你不能去开车，你不能去做很多事情，因为你的大脑还没有发育，你懂吗？大脑还没有完全发育。
你大脑没有完全发育，所以这个时候是父母的责任来 do the research, do the due diligence to make sure this is safe for their child， 这是父母的责任。你说我愿意，这恰恰这一点能够证明了他们的 manipulation。那些这辈子在做舞蹈演员的人都脑子出问题了，他们都是他父母愿意，他们成年了以后也自己愿意，有正规老师、正规学校的这么学下来的。这是一样的，是你，而且如果你不懂舞蹈，你就在这里不要跟我说其他舞蹈演员怎么样了。其他舞蹈演员你认识几个？这专业的、正规的，你都是听说，而我在这里讲的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那些事情对你已经不重要了，那不是由你来说的好吗？What right do you have to tell me 这件事情跟我不重要了 ？I can make my own decisions。我也愿意为我的 decisions 负责任。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了吗？没有，发生了在我身上。所以 I have full right to say 这件事情跟我有没有关系？好，我要去忙了，我不能再跟你聊了。好吧。